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风铃情感频道。您的点赞和订阅是我更新下去的动力，谢谢您。恋爱7年，结婚前夕，我想分手了。分手以后，我以为她会哭会崩溃，毕竟她实在不算年轻姑娘。结果她不但没有难受，事业还蒸蒸日上，反倒是我越来越想念和她在一起的日子，最后甚至痛哭流涕地求她，宝宝，我们复合好不好？恋爱7年，我想跟女朋友齐昭昭分手了。我们大学时就在一起，她漂亮、优秀，各方面都不错，但她28岁了。她的皮肤不再细腻，不管再怎么保养，这些年上班的风吹雨打，她还是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奔三的女人。而我不一样，我才27，正是男人的最好年龄。我妈最近在给我张罗相亲，儿子，你跟你那个女朋友找个时间分手吧，她家里条件不好，以后结婚了对你没有帮助。妈给你看好了几个女孩子，你挑一挑，找时间去和人家见一面。我看了照片，里面的女孩子青春洋溢，几乎是我的理想型。好，约在下周吧。我说，我需要一点时间跟齐昭昭分开。今晚是我们的7周年纪念日，齐昭昭对节日的仪式感看得很重，工作这几年再忙也会抽出时间来陪我。7周年快乐！她像个小孩子一样，高兴地从背后拿出准备的礼物，期待着我像往常一样回应。我还在思考怎么提出分开，所以没有回应。今天做的菜全是你爱吃的，你尝尝看。她笑着给我夹一道鱼。齐昭昭的原生家庭很不好，妈妈改嫁，父亲爱赌，从小养大的弟弟也因为生病去世。曾经有一次，我无意间发烧在家，他因为工作浑然不知，赶回来时直接就红了眼睛。对不起，再也不会有下一次了。长久照顾人的习惯刻在了骨子里，他总是把我当成他弟弟那样细心的照顾。你很像我弟弟，他常常这样说。我的衣服、裤子、鞋子是他挑的，发型是他设计的，房间的电脑、机械键盘，通通都是他送的。我想吃什么，他立马学；想去哪里，他就做攻略，照顾到方方面面。他对我太好了，好到我有点觉得对不起他。但我想了很久，还是开口了。我说，我们分手吧。齐昭昭的神情有一瞬间愣住了，她似乎没听清，又问了一遍，你说什么？我放下筷子，很是冷静地酝酿着措辞，随后认真地说了出来。我不爱你了，昭昭，这几年来很感谢你陪我走过这一段路，我也尝试过，但我发现我确实对你失去了激情。你哭的时候我不心疼，分享生活的时候我也没了耐心。如果真的这样一辈子，一眼就到头了。齐昭昭的手停在半空，张乔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。是的，我们在上个月，他已经见过我父母，谈论结婚时间。可是感情变淡，谁也无法预料。他就那样看着我，用从未有过的受伤目光。我们在一起这7年，他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，干净整洁，工作上的事情也几乎不让我心烦，对待我的时候永远都是一张笑脸。他成熟、稳重，情绪稳定，但我想要的是轰轰烈烈，会撒娇，会眼睛亮闪闪的，夸我好厉害的女孩。齐昭昭看着我欲言又止，她想再说些什么，可她的脸色惨白，手里抱着的礼物盒也失去了色彩一样。这些年我很少看到她这样，我以为她会哭，会大吵大闹，让我不要分手，像正常恋爱那样质问我为什么要分手。我有些怀念她年轻时的模样，至少比现在鲜活。但她没有。她大概思考了一会儿，就收拾好情绪，异常平静地朝我点了点头，说，好，既然这样，那你搬出去吧。说这话时，她没有看我。我长舒了一口气。我快速地收拾好行李，路过电竞房，里面所有的配置都是顶好的。齐昭昭费了很大的劲给我找来。那天她抱着我的腰，充满期待，以后结婚了，你在这里打游戏，我在旁边追剧，再养一只小猫和小狗，你说好不好？我当时敷衍地点了点头，应付说，好好好，养什么都行。我别过头不再看，轻声说，以后照顾好自己。随后头也不回的
奔向了我的新生活。我没留意到他在关门时轻声喃喃的那一句：“你跟我弟弟原来不太像啊。”我搬进了公司宿舍，同事们都很好相处。为了快速融入集体环境，我请大家吃海鲜。打开钱包结账，突然想起自己的工资也才几千块。怎么了？养女朋友养得没钱了？同事调侃道。众人哄笑。我咬了咬牙，刷卡付钱。我这个人没什么自制力，大家唱 K 我跟着去，喝酒也跟着去，吃饭打游戏都是一群人在一起。没几天，我账户里的钱就空了很多。以前和齐昭昭在一起的时候，家里的钱都是他在管，我每个月和同事吃饭送礼都是他算好的，不会多花一分钱。我挫败地点了根烟，坐在一边发呆。你这身上什么味呀？同事靠近我，吸了吸鼻子。他跟我不是一个宿舍的。我低头闻了闻，这才发觉衣服上不知道从哪里沾上了臭味，像10几天没洗过衣服。我一瞬间懵了，不可能，我昨天才把衣服扔进了洗衣机里呀。晚上我打开洗衣机，手电筒一照下去才知道，洗衣机里全是大片大片的污渍，发黄黏腻，凑近了闻全是下水道的臭水味道。我忍不住捂住鼻子，恶心的要死，拉开阳台门就吼：你们他妈的多久没用过洗衣机？躺在床上的对铺白了我一眼，矫情。你一个大男人还在意这些？这也不是在不在意的问题，难不成衣服天天扔吗？谁的钱是凭空捡来的？出门在外，少跟别人起争执。我压了压心头的火气，满是怨气地把洗衣机弄干净，正要放衣服，一个室友回来，把自己的内裤、袜子、衣服一起丢进去，我顿时就来火了。老子辛辛苦苦弄干净的，这种东西说放就放，你他妈当这是你家？当场就跟他吵起来，你一拳我一拳，揍得对方鼻青脸肿。当天夜里，我翻朋友圈，刷到齐昭昭养了一只狗和一只猫。我想起以前，他总是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，苦口婆心地让我注意个人卫生，东西不要随便乱放。这些细节一点点地渗透进了我的生活。照片里的他看起来很开心，看来分手对他的影响不是很大。也对，都这么大的人了，总不会为了分手要死要活。我妈听说我分手，连忙给我安排相亲局。相亲那天，对面坐下一个很甜美的女生，说话温声细语，像含了蜜一样好听，从头到脚都是我的理想型。她看上去也很满意我的样子，总是主动找话题，比如你存款多少啊？我挠了挠头，不好意思地说，不多，10万。如果谈恋爱的话，肯定是没问题的。她的笑容好像僵了一下，看我的目光带上几分审视，眼底的轻蔑一闪而过。我疑心，应该是我看错了吧？毕竟10万也不是个小数目，像我这样努力工作攒下存款结婚的男人不多见了。他又问，有房有车吗？我诚实地回答他，房子有一套，车还没有。女生笑得很乖巧，一头黑色的长直发柔顺地披散下来，美得像电视里那种青春白月光。工作呢？工资多少？不多，就这个数。我伸出5根手指。回家后，女生给我发来消息说，我叫蒋瑜，下次要不要找时间再见面呀？加深一下彼此的了解，一切都是那么顺其自然。她在电影院里牵住了我的手，面色羞怯，我很是惊讶，将她揽在怀里，承诺说会一直对她好。确认好关系，我想起女生都喜欢仪式感，去花店忍痛订了一束99的玫瑰花，又买了网上流行的化妆盒，去她的公司底下等她下班。我满心欢喜，等着她被我感动到哭，冲过来拥抱我的画面。你怎么来了？蒋瑜见到我的脸色不太好看，人来人往的写字楼，众人有意无意望过来一眼。有同事问他，这是你男朋友吗？蒋瑜支支吾吾说不出话，我刚想开口，他就挡在我面前，扯出一个笑容，不是，这是我朋友。同事揶揄的目光让他焦急，我心里憋了股无名火，正要质问他为什么不承认我的身份，蒋瑜就抱住我的胳膊，撒娇说，哥哥，
现在都不流行送这些了，要送就得送有名气的。你看别人女朋友身上穿的用的都是大牌，我们也不能输，好不好吗？他一句话就把我哄好了。从此，蒋瑜开启了无底洞一样的索要，名牌包包、项链、化妆品、各种护肤品，价格有点贵，但是他只要向我温柔的撒娇，我就心软了。回过神的时候，存款已经花出去3/4。闲暇之余，我也会冒出一个念头，这样下去真的可以吗？那一刻，我突然想起了当初的齐昭昭，他不喜欢这些东西。我们谈恋爱那几年，一直都是他习惯性的给我买礼物，每一样东西都合我心意。齐昭昭，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呢？有没有交新男友？分手2个月，我想问问齐昭昭最近过得怎么样。微信对话框里的消息就停在上次，他欢欣雀跃地告诉我他快下班了，问我晚上想去哪里玩。心里一丝异样的感觉让我有点难受。我放下手机，现在这样的生活才是我想要的，不是吗？没有人管我抽烟喝酒，管我几点回家，没有人会常常给我打电话催我报备，没有吵架，没有鸡毛蒜皮。我现在拥有的是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人生。我的现任女友也体贴温柔，跟齐昭昭完全不一样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到公司打卡，经理宣布了调职分公司的消息，他很是看好我，拍拍我的肩膀，张乔啊，我一直都很看好你，这次的位置你得拿下呀。我很有信心，熬夜做方案策划，熬得眼睛都快睁不开，终于完成了所有的细节整理。汇报的时候我却傻眼了，我的方案被对床那个同事抄袭到80%，他站在台上侃侃而谈，我越想越气，连手都气得在发抖。他看过来，挑衅地冲我一笑，我的理智瞬间崩盘。这是我的创意，你偷走了我的东西。我拍桌而起，汇报厅众人脸色难看，台上正在汇报的方强愣在原地。到手的合作告吹，经理指着我鼻子大骂一通，说我是个废物。方强吊儿郎当，笑我没本事。我又跟他打了一架，干脆搬出了宿舍。电话响了起来，我带着火气接通。张先生是吗？我们是某某快递，您这有个快递需要签收。我想了半天，我没买东西，搞错人了吧？稍等。对面在核对地址和联系方式，纸张翻页的声音清晰，是您的快递没错，麻烦来一趟吧。我领回家，一打开，是我之前念叨着想换的新手机，最新款，价格不便宜。我只跟齐昭昭一个人说过，立马想给他打微信电话，我手忙脚乱地收拾回原位置，我觉得这东西我不能要。电话一阵忙音，他没有接通，想给他发微信，却突然发觉我们的聊天框里已经空白很久了。从前他工作比我忙很多，事事都要跟我分享，白色的对话框占了页面大半部分，但我回他的次数却越来越少。好，通常都是敷衍了事，我每次都觉得他发的信息太多了，我不想看。没有自由，简直就是束缚我的牢笼，让我喘不过气来。有一回给他气得不轻，暴雨天他给我打电话，问我能不能去接他，我那时在打游戏，随口回了句好，就放下手机。回过头再看时间，竟然已经过去2个多小时。那一次我们爆发了激烈的争吵，他身上穿着湿透的衣服，狼狈可怜，他看着我，眼泪直直地砸下来。张乔，你真的爱我吗？他哭着问。那也是他唯一一次情绪起伏剧烈。我那个时候才反应过来，我终究犯了多大的错。我重重地将他抱在怀里，像是要刻进我的骨血。我发誓说以后要对他好。后来发生了什么呢？后来随着时间渐渐淡去，我忘记了那天夜里他撕心裂肺的眼泪，忘记了他的脆弱与无助。几年过去，什么都变了。我握着那款新手机，白色的外盒包装简约，在这一刻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我好像真的非常非常对不起齐昭昭。那之后，我发现我怎么也联系不上齐昭昭了。我的所有社交账号都被他拉黑，换号给他打电话时，只要一发现是我，立刻就挂断。我想尽了办法，
甚至跑去找他的朋友。他朋友提着一袋垃圾把我砸出了家门。呸！渣男！死了复合这条心吧，滚远一点。我也急，我没想复合，我只想看看他现在过得好不好，还有这个手机，我想还给他。面前的女生闻言上下打量我，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一样，捂住嘴巴，笑得喘不上来气。我不解，他这是干什么？结果他却伸出手，直白地向我讨要手机。可以呀，你把手机给我，我拿给昭昭就行。他现在过得非常好，你没资格去打扰他。我犹豫了，都说人心叵测，如果就这样把手机给他，他不还给齐昭昭呢？而且我也用了好一阵了，还挺顺手的，就这样给他有点可惜吧。我犹豫不定，站在原地思考良久，久到女生不耐烦了，她嘲讽的眼神明晃晃地摊在明面上，咣当一声关上门。这种郁闷持续到蒋瑜发现了不对劲。蒋瑜趁着我睡觉，偷偷查我手机，发现了齐昭昭的存在。他皱着眉头大声质问我，这是谁？我有一瞬间的烦闷，又立刻压了下去，耐心哄他，是我一个朋友。他看了看我的神色，冷哼着说，肯定是你前女友吧，聊天记录都删得干干净净。我哑口无言，视线停在屏幕上那空白的页面。我清空了聊天记录，为的就是怕遇见现在这样的局面。无奈地掏出银行卡，对不起，宝宝，喜欢什么就去买吧。他这才笑了，开心地接过银行卡，化了个妆，将自己收拾得美美的，就准备出门。我非常肉疼，一想到蒋瑜平时花钱大手大脚就更难受。我这些年存下来的钱，还没谈几个月，已经像流水一样花出去了。他一点也不像齐昭昭。齐昭昭工作能力强，升职快，工资高，但是为了我的生活能过得开心，总是非常节俭，买什么都不舍得。我曾经一脸心疼地揽住齐昭昭的肩膀，让她记得多吃一点。以前她为了保持体重常年减肥，脸庞瘦削，又喜欢熬夜，气色总是很差。她那时候久久地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期盼。后来某天，她说，我从网上听说了一个方法，可以补气血，比如大枣、山药、桂圆。我没听清楚她在说什么，重心都放在游戏上，对我第一次打游戏菜的要命，基本的操作意识都没有。我气得骂了一句脏话，去你妈的，你手是落在脑子后面吗？不会玩别玩。她说着说着，声音弱了下去，变成如同蚊子一样细小的声音，到最后无奈地望了我一眼，起身走了。后来我好像再也没听他提起过。此刻蒋瑜已经走到门口，我下意识问他，宝宝，你去哪呀？蒋瑜冲我做了个飞吻，去做个美容，晚饭你自己热一热，或者点个外卖。你不能给我做饭吃吗？我耐着性子试图跟他讲道理，古往今来，女人就是要做饭的，要留在家里照顾男人。刚做了美甲，不方便哦。蒋瑜笑着回，虽然他带出去的确很有面子，但也不能就这样只想着出去玩、做美容、买包包。蒋瑜满不在乎地扬了扬手里的钥匙，拿手机关门，一气呵成，毫不理会我剩下的所有话。我怒火中烧，深吸一口气，给我妈打电话，妈，蒋瑜是谁介绍过来的？他不是个好的结婚对象，要不算了吧。我妈连忙着急地问为什么，听完我的解释，笑着安慰我，你担心什么？女人结婚前你不给她花钱，怎么会愿意心甘情愿嫁给你？妈之前看过，她屁股大好生儿子，你先哄哄她，等结婚了你再把钱都握在手里，那个时候她就没办法了。你听妈的，妈什么时候害过你？我叹口气，想到蒋瑜那张漂亮的脸，答应了下来。蒋瑜不知道最近在忙什么，常常许久才回来，一回来就免不了要吵架。我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想念跟齐昭昭在一起的时光。跟他在一起时，我永远都是被照顾的那个，他的重心都围绕着我，从不像蒋瑜那样只知道往外跑。我开车来到了齐昭昭的公司楼下，他工作的这栋写字楼坐落在市中心，来往都是精英人士。等到下班，齐昭昭和一群同事并肩走出来，她穿得很单薄，一身职业西装裙，干净利落。
在深秋的季节也最容易感冒。以前都是我天天叮嘱他要记得多穿衣服，下雨天记得带伞。没了我，他还是这样。我一瞬间有点难受。人群散去，他留在原地，似乎在跟谁打电话。我小心翼翼地朝他走去，视线相对那一瞬间，心脏剧烈地跳动，像回到了7年前告白的那天。我忍不住想，他见到我会是什么表情呢？欣喜、诧异，还是愤怒？可就在我站定在他面前的那一刻，他身后也走来一个男人，极其自然地揽住他的肩膀，以保护的姿态将他牢牢护在怀里。你想干什么？男人不善的目光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个遍，说不清。那一刻我呼吸一滞，没有我想象中撕心裂肺的重逢剧情，没有欣喜，没有期待，他光鲜亮丽，身旁有人陪伴，只有我一个人觉得空荡荡的失落。张乔，你怎么在这？齐昭昭看我的目光波澜不惊，我就像他生命里的普通朋友，遇见了就随便打个招呼，是最熟悉的陌生人。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我们的身份太奇怪了。男人倒是先出声了，我想起来了。他松开了齐昭昭，缓缓靠近我，浑身上下都是危险性。你就是那个浪费了我表姐7年青春的渣男吧？我早就想揍你一顿，你倒好还自己找上门来，给我过来。我想起来了，这是齐胜，齐昭昭的表弟。我双腿有点打颤，齐胜这几年完全就是个混球，和不良人士勾肩搭背，7年来偶尔给齐昭昭打电话也就是要钱，从来没见过面。他一脸凶神恶煞，竟然直接拎住了我的衣领，抬手就要揍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别！齐昭昭拦下了他，他的语气满是担忧，不值得，别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。行。齐胜烦躁地松开我，压抑着怒火在我身上摸索，直接抢走了我的手机。算你运气好，下次再让我看见你，我跟你没完。我很不爽，他凭什么这样拿走我的东西？送我了就是我的。但齐胜一脸不好惹的样子，我干脆别过眼睛不看他，绞尽脑汁组织措辞。昭昭，谢谢你的礼物，原来你还记得这些。我没想到你竟然这样记着我，这个手机挺贵的，你还是拿回去吧。齐胜冷笑，话说得好听，用得这么顺手。姐，别听他说这些，我们走吧。他并没有理我。齐昭昭冷漠的样子让我无所适从，他就站在我面前，却好像又离我异常遥远。没有事的话，再见。他礼貌地冲我点了下头，带着弟弟就要离开。走了几步后，他停下来，认真地说，不用为了这些小事来感谢我，以前对你的好都是真的，我以为对你好就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，但现在我再想想，发现我这样的方式是错的，我不应该把情感寄托在别人身上。如果没有你在结婚前提出分手，大概我还需要很多年才能看明白。就这样吧，以后别再来找我了。齐胜冲我扬了扬拳头，暗含警告。我急得抓耳挠腮，不甘心就这样离开，心里越想越觉得不对。不应该是这样啊，我想象中我们的重逢不应该是这个样子。我抬脚就想追上去，手机里却来了支付消息，一条条的短信支出几乎要把我逼疯。我着急地打开一看，我的银行卡被刷爆了。接到我电话的时候，蒋云那边人声嘈杂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说话，音乐声吵得我耳朵疼。蒋云，我第一次那么生气地喊他，你干了什么？我的钱呢？蒋云大概很忙，有意敷衍，等一下哥哥，我回去再说。我耐着性子在家里等他，窗外的阳光一点一点下坠，直至消失，手机里的消息也如同石沉大海一般没有回应。那一刻我突然有些迷茫，我喜欢她什么呢？喜欢她漂亮，说话好听，会撒娇吗？可除去这些，我从未了解过她的兴趣爱好，不认识她的朋友，更不清楚她日常的生活。她也无意让我知道这些，朋友圈也从不公开我，每次都支支吾吾地找借口搪塞说稳定再公开。我在心里问自己，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？
可我转头一看，家里空空荡荡，随处乱扔的衣服、裤子、鞋子，桌面散乱的垃圾，冰箱里放了许久已经发霉的食物。自从跟我同居以来，他就理直气壮把我当成佣人一样使唤。门开了，蒋瑜带着一身酒气进来，神色迷茫。他走路都不稳，还没几步路就要摔倒的样子。我质问的话就这样吞回肚子里，叹口气，扶住他的身体。独属于他的味道散发开来，娇媚迷人，这些词都能体现。我却很不合时宜的想起齐昭昭来。她总在家穿最舒适的白色 T 恤和牛仔裤，妆面寡淡简单，笑起来的时候像纯白的博美，很可爱。她总是问我，张乔，我们能拥有一个家吗？她认真望向我的眼睛，有着最盛大的期待与微弱的祈求。她说，我想和你拥有一个家。可我总觉得一辈子太长，人生就好像走不尽的荒原，充满未知。婚姻束缚人，埋葬人，所以我敷衍他一次又一次。心脏隐隐作痛，我后知后觉，终于明白自己这些年错过了什么，又失去了什么。我把一个深爱我的女孩亲手推开。分手吧。我深深地吸了口气，顾不上蒋瑜错愕的目光。他挣扎着，焦急地想要打断我。我说分手吧，我烦了。一向认为自己占据主导地位的蒋瑜第一次白了脸，他酒意都清醒了不少，说什么也不肯分手。也对，失去了一个提款机，任谁都难以接受。我自嘲地想，钱我不要你还了，就当我为自己的错误买单。说罢，我毫不犹豫地留给他一晚上的时间收拾好东西搬出去。我不敢去捂自己的心脏，再多说一句下去，我都觉得自己越来越难受，几乎痛到无法呼吸。我控制不住地去想，昭昭，当初分手的时候你也这样痛吗？你又是怎么走出来的呀？7年前的今天，我刚通过同班的 QQ 群加上昭昭，她是我们班最没存在感的女生，集体活动很少参加，大多数时候都在忙别的事情。室友挑选哪个女生更好看时，我指了指齐昭昭的照片，认真地道，她最好看。我见她的第一眼就坚定地认为，我跟她一定会有以后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昭昭礼貌地回复我。我激动得手都在抖，回消息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地敲，觉得不妥，修修改改好几次，最后干脆直球表达，你好齐昭昭同学，我叫张乔，是你的同班同学。很抱歉这样突然出现，也许打扰到你，在此我先说一声抱歉。我开学第一天见到你的时候就被你惊艳了，觉得这个女孩好漂亮。当然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向你索取关系，我是想告诉你我喜欢你。对面输入了好久，回复了我一句抱歉，谢谢你的喜欢。他的警惕心很强，我白天送早餐，上课挨着他旁边坐，晚上陪着夜跑，把所有能想到对他好的方式都用上了。他油盐不进。一次晚会独奏，昭昭在表白墙彻底出名，总是有男生找来跟他表白。他们捧着一大捧玫瑰，上万的项链，试图得到他的喜欢。亲，有钱怎么了？9.9的花不也一样是花吗？他们的喜欢太不堪一击了，齐昭昭才不是什么物质的女孩。直到有一次被拒绝的学长恼羞成怒，你装什么清高？说吧，多少钱一晚？这人真恶心，心脏的人看什么都脏。说什么呢你？我冲上去跟他厮打在一起，打得对方鼻青脸肿，憋屈地给齐昭昭道歉。那天他第一次真心实意地对我笑了，我觉得她好漂亮，学习成绩也好，还会弹琴，要是能成为我女朋友，我800辈子都会乐疯。后来表白的那天，我记好了她不喜欢被围观，怕她不适应，特意选了一个人少的地方，花大价钱买好蜡烛、鲜花，还请班上的同学帮忙将她带过来。我心脏砰砰跳个不停，无论如何，我要跟她表白我的心意。没想到的是，她答应了。她哭着说，从来没想过会有人将她的话放在心上，这一天来得如此突然。她柔软的身体紧紧贴着我，我从脸一路红到了脖子，话都说不利索。以后要一直这样对我好哦。齐昭昭捧住我的脸，
轻轻地在我脸上吻了一下。这是约定。他说，7年后的今天，我却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我真正的失恋了。就连身上的衣服都是昭昭买给我的。我把头埋在自己的袖子里，像个变态一样不停地去嗅上面的味道。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他常用的洗衣液停产，连他最后留给我的味道都没了。可我联系不到他，他也不希望我再去找他。在一起的时候，昭昭总是变着花样哄我开心，他迁就我的情绪，用他的爱将我捧上一个自傲的高度。昭昭工作能力出色，收入比我高很多，一天一天，我的心态失衡。我厌倦他的喋喋不休，烦躁他一次一次的劝说和鼓励，这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像个废物一样，得靠女朋友养着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我真是个混蛋。我浑浑噩噩度过了1星期，每天睁眼闭眼都是我和他的过往。经理暴躁地打电话骂我：“你他妈能不能干了？不能干收拾东西给我滚蛋！”我本来不在意，骂就骂吧，我现在巴不得有人骂我，总好过我一直难受。直到同事无意间一句：“张乔，你前女友好像来我们公司了。”我立刻清醒过来。你好。昭昭礼貌的颔首，云淡风轻的面对公司里其他同事。我不爽的皱眉，已经有好几个男人眼睛都粘在他身上。他认真工作的样子非常迷人，侃侃而谈，落落大方。奇怪，现在的他好像变得更光彩照人。路过镜子时，我打量了下自己，刮了胡子，理了发型，可无论怎么也遮不住疲惫。大家都喊他一句：“齐总。”原来昭昭已经这么厉害了。我暗自惭愧，要是当初没提分手，现在的我就能光明正大站在他身边了。他坐在那里，偶尔朝外面投上一眼，我就忍不住激动。他看到我了吗？他知道这是我的公司，难道是为了我来的？他也想我了吗？你小子谈这么个美女，竟然舍得分手？有人自来熟地撞我肩膀，色迷离地压低声音：“老实说，感觉怎么样？”我含糊其辞：“挺好的。”对方不依不饶，什么都想问：“那你们为什么分手啊？”我不知不觉挺直了几倍，说话都硬气起来，一股优越感油然而生。谁说我们分手了？我们只是吵架了而已，很快就会和好的。我坚信，我能追到他一次，就能追到他第二次。我坐立难安，眼角余光一直偷偷注意着会议厅的昭昭，见到他出来，立刻跟了上去。我跟在他身后进了电梯，他吓了一跳，皱着眉头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我紧张的不知所措，像个愣头小子一样，一句话都说不完整。我想告诉他，我好想他，我想问他，我们还能不能再重新来过。她好漂亮，眉眼处落得更惊艳了。昭昭，我很高兴能再见到你。我向他表达我的喜悦，诉说我的思念。分手以后，我总是莫名想起你，想起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。我想了很久，我才知道，原来我不能没有你，我们本来该是彼此最重要的人，不是吗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会改掉所有错误。我小心翼翼地抬眼看他，期待他的反应。电梯缓慢下降，时不时传来广告播放的声音。这狭小的空间里，他的沉默让我心惊。昭昭，我们复合好不好？出乎我意料的是，昭昭开口说的话冷漠到刺痛我的心脏。不好。他斩钉截铁：我不愿意。请你摆清楚自己的位置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跟你现在除了合作关系，最好不要再有任何接触。我瞬间有些急躁，不顾一切地想去吻他。他以前每次生气都会这样被哄好，昭昭脾气特别好，他一定会原谅我。他只是生气而已，轰轰就会好起来的。滚啊！你干什么？昭昭又惊又怕地挣扎，她的皮质包包砸在我的脸上，刺痛不已，湿哒哒的，好像流血了。我不在乎，我只想让他看到我的真心。电梯门打开，领导和一众同事顿在原地。我霎时僵硬，想解释，不是你们看到的这样。就有人冲上来控制住我，围观的人不知道是谁，趁着混乱踹了我一脚，怒骂我：张乔，你这个变态！
昭昭他一定明白我。我努力仰起身，想要让昭昭给我作证，眼前却模糊一片，围观的人指指点点将我架起来，要把我带到警察局去，到处都找不到昭昭的身影。下一秒，齐总，你没事吧？是领导急切的声音，话语充满了歉意和安抚。你放心，今天的事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我转过头，试图看清他。昭昭冷淡的过分，他居高临下俯视我，看来跟贵司的合作难以进行下去了。齐总，您再考虑一下。齐总，众人簇拥着他远去，谴责和唾骂的声音我已经听不见了。我满脑子都是昭昭刚刚失望又愤怒的样子，他大概恨死我了。昭昭，我疯狂地喊他，祈求他的回头。我们明明曾经是最相爱的人啊，为什么走到了现在这一步？我被开除了。我抱着自己那些东西站在公司楼下，渺小如蝼蚁，身旁经过的每一个人都像看垃圾一样扫过我。经过那天的事情之后，公司的女同事都觉得我心里有问题。最看不惯我的方强得意洋洋，笑话我果然是废物一个。我甚至没有怒火，只是沉默地低着头，认同了他的说法。浑身上下都像被抽走了精气神，行尸走肉一般离开了。宝宝，你说我们以后会结婚吗？不远处的情侣嬉笑打闹，捧着热奶茶谈论未来。我羡慕嫉妒，又恍然意识到，事业、爱情、朋友，我一无所有。我的工作是齐昭昭帮我找的，他忙前忙后，替我打点关系，给我安排工作。他总是习惯将事情都揽到自己身上。这个工作发展前景很不错的，公司也稳步上升，跟我的单位也不是竞争关系。他认真分析，因为比我大1岁，昭昭看上去总是成熟又靠谱。担心我不适应工作强度，他甚至会在忙到深夜时也不忘记帮我检查汇报的材料。没了他，我就像方强所说，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。而他不管跟谁在一起，都会得到幸福，因为他本身就是很优秀的人。昭昭，对不起，我编辑好短信，点击发送。叮咚，是回复的提示音。对面的人发来一个问号，哥们，你发错人了吧？我不叫什么昭昭。我顿时慌乱起来，手忙脚乱地拨通对面的电话，铃声像软绵绵的刀子，一刀一刀将我凌迟，皮肉都在承受着尖锐的痛苦。你谁呀？是男人的声音。我找齐昭昭。我说。男人不耐烦地骂了几句，打错人了，这我刚买的手机卡，再打拉黑。我恍惚一阵，过马路时差点被车撞，车灯闪烁，司机怒骂我，现在是红灯，眼睛不要就捐了。我又跑去找昭昭了。我在他的公司楼下等啊等，从白天等到黑夜，都没能等到他的身影。保安以为我是流浪汉，凶神恶煞地上前推搡，去，走远点。保安大哥，你知道这公司的齐昭昭吗？齐总。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哦，齐总啊，他被调去了总部。你这样的追求者我见多了，异想天开，我们齐总是什么人？那是精英，是普通人企及不到的神仙。我劝你收了这点心思。我回家后不眠不休，被我妈发现后大骂，为了一个女人要死要活的，世界上女人多的是，一个齐昭昭而已。等你有钱，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？我气上心头，妈，我不许你这样说她。我将这些日子的委屈都发泄出来，大声跟她吵，都是因为当初你劝我跟昭昭分手，我才会失去她。本来我可以跟她幸福一辈子的。昭昭她那么好，我竟然跟她分手，我简直就是个混蛋。我妈不可置信，听到齐昭昭的收入比我高不知道多少倍后傻了眼。你这傻小子，到手的肥肉都让你给放飞了。我让你分手你就分手，你没有自己的主见吗？我们吵得不可开交，最后我妈摔门而去，老娘才不管你，要死要活的，随便你吧。我觉得人生彻底失去了意义。站上天台，城市的车水马龙就在脚下，灯光璀璨到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。偌大的城市，我再也找不到齐昭昭了。我丢失了最心爱的女孩，
余生都再也不会有像他一样毫无保留爱我的人了。我抹了一把脸上的泪，看着楼下渐渐聚集起来的人群，有看热闹的，有大喊让我不要跳楼的，还有消防员紧急搭建的救生气垫。他们问我，你有什么想不开的要跳楼？我说，我女朋友不要我了，她不喜欢我了。人人都说我深情，还有人趁机拍下我的视频放到网上直播。消防员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齐昭昭联系方式，紧张地递给我手机。张乔。齐昭昭的声音很温柔，我几乎控制不住又想哭出来，但我忍住了。我想，我大概又给他添麻烦了。可是我真的好想好想他。昭昭，我求求你，我们复合好不好？电话里听筒沉默了很久，最后才传来昭昭无奈的声音。她哄着我说，好，我们复合，我答应你。我激动地站起身，却不料一个不小心，身体不受控制朝外面跌下去。呼啸的风声刺激我的耳膜，我重重地摔进救生气垫。一个柔软的身体扑进我的怀里，昭昭哭得让人心疼。张乔，你别死！我失而复得，想伸出手去抱他。昭昭，心脏剧烈的疼痛起来，脑海里是一场又一场循环播放的回忆。大学时的昭昭站在光下朝我伸出手来，画面一转，28岁的昭昭冷漠地俯视我。他说，张乔，你真让人失望。我努力睁开眼皮，无数陌生的脸出现在我眼前，还有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在探我的鼻息。听觉渐渐在消失，有人摇头惋惜，这人过斑马线都不认真看路，刚刚直接被撞飞，估计是没救了。小声点，别说了。我认识他，这不就是那个辜负人家感情的渣男吗？我们公司的，天啊！心跳声缓慢沉重，什么跳楼，什么复合，都是假的。我想起来了，我还在公司楼下，我给昭昭打电话没人接，整个人都恍惚着，看不清路况，一辆车失控朝着我冲过来，眼前一片漆黑，我渐渐闭上眼睛，原来这不过是我临死前的一场幻想，我为自己造出悲壮的梦境，期待能得到昭昭的原谅。我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，无边无际的黑暗笼罩下来，心脏终于慢慢停止，变得无声无息。昭昭，对不起。番外篇齐昭昭视角，从小我爸妈就重男轻女，听过最多的一句话是，你以后要嫁出去，弟弟不一样，能一直陪在父母身边，你多帮着他一点。弟弟贪玩，做错事都是我背过，爸妈打我的时候往往下死手，所有的怒气都发泄在我身上。弟弟在晚上跑到我床下面，牵住我的手，圆滚滚的小胖子哭得一抽一抽，说对不起姐姐，他再也不会了。有什么好吃好玩的都会先给弟弟，作为家里的长姐，我的意见，我的想法都不重要。一直到弟弟15岁，他会颐指气使的在父母面前装作讨厌我、鄙我，私底下却偷偷给我塞钱，说姐姐，你一定要考上好学校，再找到一个爱你的人，离开爸妈。我摸摸他的头，好，姐姐以后回来接你。父母因为穷，没日没夜的吵架，我最后见到我妈，她收拾好自己的衣服，一言不发离开了这个家。我忍住眼泪，没日没夜的学习，成为村里第一个985大学生，离开了大山。也在那一天，弟弟齐越因为救下村里被拐卖的女孩子，摔下悬崖。爸爸神志不清，醉醺醺给我打电话，你赶紧滚回来，你弟弟的葬礼都不参加，没良心的东西。村长给我发信息，让我一辈子都留在大城市，只要我回去，立刻就会被我爸安排嫁人。我那一刻想，我要留在这里，拥有属于自己的家。同班里有一个男生给我发来好友申请，我心想等找到时间就删掉他，没想到他却突然给我表白，是游戏大冒险。我说抱歉，谢谢你的喜欢。我记得这个男生的名字叫做张乔，是个很健谈的人，自我介绍时毫不怯场。我忙于兼职，不认识班里的人，也不参加集体活动，张乔却好像认定了我一样，时不时给我发信息，装作偶遇，闯入了我的生活里。某一天深夜，错过了最后一班车的我在公交车站躲雨，手机也没电关机，我环抱双臂蹲在角落的位置里，叹息地想今天好倒霉。
他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我没回宿舍，沿着记忆里我说过的兼职地点一个一个找，浑身湿透。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却是：“你还好吗，昭昭？”他担忧地将手里的伞递给我，松了一口气道：“还好找到你了，走吧，我送你回学校。”我兼职的几个地方之间距离不近，那样暴雨的深夜，我不知道他是以怎样的毅力坚持找我。他垂下眼睑，额前碎发挡住我探究的视线，丝毫不在意自己的狼狈，笑得明朗：“你没事就好。”那一刹那，神情像极了齐悦。我开始不再排斥他的接触，也会偶尔回应他前言不搭后语的话题。其实我不是没意识到7年来张乔的变化，他对我失去了热情，曾经那样深刻又热烈的爱渐渐消散，我们的距离越近，他的心也就离我越远。我知道该及时抽身，可我舍不得。那天我给他置办好房间的游戏设备，同事惊奇地凑过来：“你还喜欢这些吗？”我说：“不是，给我男朋友买的。”他不太赞同，要我说：“给男人花钱倒霉一辈子，你每天忙成这样，为了升职经常应酬喝到吐，也没见他来接你。”我笑着摇头说：“没关系。”滑动电脑鼠标时，脑海里浮现的是很早以前，他向我表白那天，没有太多的围观群众，他充满期待的眼睛望向我，带了点少年的紧张与坦然。“昭昭，你试着喜欢我，好不好？”提出养小猫小狗的人是他，说想要一辈子跟我在一起，度过人生每一个阶段的人也是他。他的爱和喜欢都是真的。我期待着，憧憬着，想拥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家。我想着，只要我对他一直好，是不是他就能想起我们的曾经？所以我不遗余力。我不知道脚下的悬崖究竟是粉身碎骨还是世外桃源，就那样义无反顾选择了跳下去。但我等来的是他一句轻描淡写的分手。分手吧，昭昭，我腻了。他说出这句话的那一刻，我能感觉到他如释重负，压在他心上的一块巨石终于碎裂。我又何尝不是呢？这些年来，我等他长大，等他完成诺言，又何尝不是对我自己的一把枷锁？我因为他像齐越选择认识他，又因为他对我的好爱上他。而如今，我放他自由。我用了2个月的时间，彻底走出来这段感情。表弟齐胜给我打电话时说，他决定好好上学了。他和齐越从小一起长大，性格却截然相反，哪怕被齐越鞭策着考上大学，也仍然不学无术。他是唯一一个还记得齐越的人。我偶尔会帮他解决麻烦，又或者给他打一笔钱，直到最近，他也就下了一个差点被拐卖的女孩。姐，我错了。齐越不傻，他的选择是对的。我没有回话，因为彼时我正在张乔的公司，他掩饰不住疲惫的神色，不难以想象他的日子过得并不好。我的内心没有任何波动。对我来说，在一起的那7年里，他逐渐的不耐烦和不在意，也不断消磨着我的耐心。他提出分手那一刻，对我而言就是陌生人了。但我没想到，他竟然在电梯里想来碰我。他公司里的人冲上来按住他，他一身西装，狼狈得不成样子，像丧家之犬，眉眼间再没有一点喜悦的影子。我恍然惊觉，时间究竟改变了多少？他从一个会脸红、会紧张到不知所措的少年，变成了一个自大、不知节制、自我想象良好的油腻男人。昭昭，不理会他在身后的呼喊，我大步离开。回去后，我接受了调去总公司的建议，同事都庆祝我，为我感到高兴。昭昭，你会有一个幸福的人生，祝你事业步步高升。我拥抱了关系好的朋友，一一告别后，就着手准备离开。我想，大概这辈子都不会再跟张乔见面了。好了，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，谢谢大家。